日真係熱到飛起啊！係啊，我哋都俾人蒸成蝦餃啦。收聲啦！頭先聽嗰班人講啊，我哋係一個叫惠飛地嘅地方啊。咩話？惠飛地？聽講啊，呢度係個好犀利嘅地方嚟嘅。啊，真係㗎？有幾犀利呀？你好想知咧？係咁，等我話過你知啦。哇，好啊！哎，开始啦！大家好，欢迎来到970 2.0版本前瞻特别节目，我是大伟哥。大家好，我是大家老朋友小歪。大家好，我是编剧小 K。很感谢各位神将一直支持970走到今天啊！虽然我有很多想说的，但小歪应该有更多想说的吧？没错，970马上就要2.0了，同时2.0也是我们第一个周年版本。过去的一年，我们一直在努力的思考和改正游戏的不足，尝试通过不同的方式提供给大家更丰富有趣的游戏体验。虽然我们也很年轻啊，但多亏了各位神将的支持，我们才能够更加坚定的走到今天。说得对，这次2.0呢，也是我们目前投入极高努力和热情的版本。在这一年里，因缘际会之下，法厄同拥有了太多珍贵的伙伴，和他们之间的每一份记忆，都是我们弥足珍贵的羁绊。属于法厄同的冒险啊，从来都不孤独啊，绝地总能化为坦途。没错，在第一季故事的末尾，我们与侠盗组织、反蛇鸟联手解决了深轨药剂的危机，也意外激发了埋藏于法厄同体内能够控制以太的神秘力量。能够控制以太的神秘力量？在遍地都是空洞的地方，掌握这样的力量可以说是怀璧其罪，更别说这股力量还与法厄同的恩师，同时也是旧都陷落头号嫌疑人的卡洛斯·尔纳，似乎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没错，为了帮助法厄同掌握这股潜力与隐患并存的力量，梅弗劳尔市长更是请来了被称为虚兽级调查员的宗师怡玄前来相助。而在第2季故事的开端，我们也在市长的授意之下，与云窥山的门主怡玄一同来到了远离中心城区的新区域韦飞地，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没错，相信大家也能感受到这里6分街的氛围有诸多不同。那么接下来会有怎么样的展开呢？请看。In the Hollow Era, the court was corrupt with decadence. The martial world stood leaderless. Bandits ran rampant, and people suffered unbearably. Yet heroes of righteousness still rose up, blades drawn and raised to champion justice. Is that Lemnian Hollow? You must be the mystics of Yunque's summit. For the safety of everyone here again, I urge you to avoid entering the porcelain production site. This area is steeped in miasma and its corruptive residue. I'm the 13th generation High Preceptor of Yunque Summit, Yishuan. I shall wipe out all evil. Formless air gathers. Corruption is purged. Scatter! Release! Evil shall return to dust. 我有羅梅連按空洞從邊做出嚟噶，真係福提明大喎。係啊，多謝你肯幫手再冇得一戰。Sorry to keep you waiting, Shifu. Fufu's here. The streets here are really cool too. Come on, I'll show you around. What's going on? Who dares disturb the peace on our streets? Play to arms! Today's reading is Be a Hero. Tiger Tornado! Spin, spin, spin! I won't get dizzy this time! I can't let you have all the fun, Senior Fufu. Man is iron, rice is steel. I make a mean chitlins feel. It felt like I'd been pulled out of a sweet dream. If I don't put an end to this disaster tonight,
my Yishan will be shattered along with everything. Yichang. But how? Isn't she? How many times have I told you? What you see with your own eyes isn't necessarily the truth. Everyone, get ready! Formation! On the night of the old capital's fall 11 years ago, Yunquei Summit answered the call and left the mountain to save lives. We did it then, and tonight, we shall do it again. You're just in time. The ceremony has just begun.小鱼老师，小 K 老师，欢迎回来。小鱼老师，向各位升降介绍一下你吧。大家好，我是编剧小易。看来这次的故事真是牵扯众多呀。魏飞地这个地方果然卧虎藏龙。我们循着市长的情报来到这里，却发现这里好像并没有看上去的那么平静。你说的没错，坐落于魏飞地悬崖海岸的陈奎平，地方虽小，却是据守着灰瓷产区莱姆尼安空洞的工业重镇。说起来，我之前正好在省网上刷到一条有关魏飞地灰瓷寻访的直播切片视频，倒是还挺有趣的。那就快给大家分享一下吧。各位老友，而家我哋已經嚟到魏飛地啦！今日過嚟呢度有個主要目的就係揾翻本人期待咗好耐嘅灰瓷。經過我長達1年嘅研究，知道灰瓷係一種珍貴材料。魏飛地附近就係灰瓷嘅原礦輝嶺石嘅產地，而灰瓷係輝嶺石再加工之後嘅成品嚟嘅。因為佢卓越嘅抗腐蝕性同硬度，所以廣泛用喺新艾利都嘅軍工、空洞探索等設備上面，係魏飛地嘅產業核心嚟嘅。魏飛地所在嘅海島、海岸同地底就蘊藏住大量灰瓷礦物。未加工嘅輝嶺石有時仲會俾魏飛地居民當做可以辟邪招財嘅文玩擺設。係灰瓷嚟嘅。魏飞地特产的灰瓷是相当珍贵的特种空洞材料。当然，魏飞地的特别之处也不止于此。一方水土一方人，作为远离新爱丽都中心的边地，魏飞地有着与各大中心城区截然不同的人文风貌。没错，坐落于海岸的陈奎平，最初是莱姆尼安岛航天城外的居民小镇。在航天城被空洞吞没后，又成为了围绕灰瓷开采中心建立的聚居地。在这里，既有售卖特色灰瓷手工艺品的灰瓷市集，也有风味独特的茶楼和糖水铺。至于更多有意思的去处，想必法厄同也会在行动的时候一一光顾。在这里，我们也能看到熟悉的咖啡店、录像店等店铺所开设的小摊位，绳匠们可以便捷地在这里进行喝咖啡、录像店经营的日常行为。此外，每天还可以在随便罐内向阿硕占卜问运。根据不同的卦象，可以获得不同的奖励。就像我这样。小 K 老师今天的运气真不错。对了，绳匠们也可以自行选择在陈辉坪进行占卜，或是在6分街和光影广场的刮刮卡处获取每日奖励。这个东西嘛，就由我拿回去玩了。给你。既然到了新城市，当然也还有新的朋友要结交。就如之前 PV 所见，前来帮助法厄同的修者怡玄，正是云窥山的第13代门主，实力足以比肩虚兽的厉害角色。其实，在第1季的故事中，我们也已经与怡玄门主还有他的弟子菊夫妇打过了交道。他们是能够使用术法的修者，来自久负盛名的宗门云窥山。在新安丽都，云窥山曾经也是很有影响力的势力，门下弟子们虽然也常常下山云游行侠仗义，但是像门主亲率诸位亲传弟子下山的情况可不多见。值得云窥山的门主大人亲自出手的危机，就算是传奇神将法厄同也不可以轻视吧？你说的没错。在第2季的故事中，主角法厄同兄妹也将作为见习弟子拜入怡玄师傅的门下。而在加入云窥山之后，两人也会接触到云窥山其他性格各异的同门伙伴，并随着调查深入，也将了解到魏飞地隐秘事件的真相，与大家一起直面此地爆发的种种危机。偌大的山门当然不能只有门主辛苦奔波，或者说以怡玄门主有些闲散的性子，恰恰需要一位可靠又心思缜密的弟子从旁辅助吧。这次魏飞地隐藏的危机需要大家齐心协力才能解决。
后续我们还会带来不同的短片，给大家展示有关怡璇与云魁山的过去，当然还有他和菊夫妇的日常，以及与一位老朋友的意外邂逅。细心的法儿童已经注意到了，在怡璇师傅的身边总是跟着一位橘黄色的少女，正是我们在0号空洞的行动中有过一面之缘的修者虎溪人少女菊夫妇。在怡璇师傅复兴云魁山的10年间，他的门下自然也拜入了许多各具禀赋的弟子，菊夫妇便是其中的一位。说的没错，福妇虽然看起来年纪不大，却常常自称随便观的大师姐。是的，福妇姑娘虽然年纪尚小，云魁山的弟子们却都要称她一声大师姐。早在11年前的旧都陷落事件中，年幼的福妇便拜入了怡璇的门下，从此跟随师傅刻苦修行，成为了一名出色的修者。说起来，大师姐虽然个子小小，但是行事的做派倒好像很有威严呢。毕竟就连天不怕地不听的怡璇门主，也说自己不敢不听这位超级可怕大老虎的话。福妇不仅有一身好武艺，使得一手好术法，更是将随便观内外都打点得井井有条，在外云游时也留下了不少侠肝义胆的故事呢。看不出来，伶俐可爱的福妇姑娘，居然还是位急公好义的老虎大侠呢。我听随便观的弟子们说，大师姐常常在寝舍里念自己写的诗，像是什么“云魁山上有猛虎，行侠仗义好威风”之类的。对了，关于陈辉平特色餐厅必吃榜的攻略，也是这位大师姐告诉我的。而在2.0版本的代理人秘文《猛虎伏魔传》中，我们也将了解到更多关于这位虎溪人少女过往与如今的故事。随便观大师姐徐福妇误入电影片场，与自己的虎溪人同族合拍武侠大片，本色出演斩妖除魔的虎少侠。然而，在胶片记录的光影以外，似乎又有诡谲风波在暗处涌动。至于福妇会遭遇怎样的险境，又如何化险为夷？性格勒脸温驯的福妇又为何执着于成为大侠的梦想？这些问题就需要法儿童来亲自一一揭晓了。在第2季的冒险中，除了云魁山的各位修者，我们还将邂逅结识许多来自不同阵营、有着迥异经历的代理人们。云魁山自不必多说，而奥波罗斯小队呢，我们与这支防卫军的精锐小队其实并不陌生。在先前的故事中，我们已经结识了其中的11号和班级2位成员，而在第2季的故事中，我们将了解到更多关于他们必须渡过冥河的命运与理由。怪诞屋专门分享和解决各类奇闻异事的神网群聊，拯救世界不大行，吃瓜灌水第1名。如果你也对都市传说感兴趣，如果你也是灵异怪谈的行家里手，欢迎加入怪诞屋。都市里发生的奇妙事件，他们绝对不会错过。没错，除了奇人异事，大家刚刚应该也看到了兄妹的这身装束。拜入云魁山的门下，法儿童连面貌都不一样了。神将们在解决主线故事中面临的大危机之外，也免不了要操心门中的日常事务，比如说和福妇师姐一起经营随便观。既然要经营随便观，那就要把它经营得有模有样。在2.0版本中，我们可以经营随便观，通过售卖商品努力获取云纹灰，用于修缮和升级随便观。我们首先可以通过远征，派驻帮部到指定区域以获取经营材料。有了相应的材料之后，我们便可以研发出新产品，完成研发后就可以进行生产了。选择帮部生产出产品后，便可以进行售卖。没错，客户在购买商品之后，会随机给予一些小费，神将们也可以在界面上领取。同样可以派驻一支帮部对售卖进行加成。不同的帮部有不同的特长，合适的帮部可以大大助力对应的售卖或生产。神将们在派驻帮部时也要注意哦。那在随便观里打工的帮部，会不会只能在我们已经获得的帮部中选取呢？那可不是。这里派驻的帮部可以通过经营中的一些任务获得，后期也能从帮朝贵中招到更加得力的帮部小助手。有了帮部们的帮忙，神将就不用担心经营玩法的负担太重了。不过在远征和售卖过程中，我们还有其他获得云纹灰或者经营材料的办法吗？当然有了。
在陈灰坪，我们可以造访饮茶仙和好物铺来获取云纹灰和金银材料。在饮茶仙，我们可以通过完成邻里心愿和定期采办中的委托，获取云纹灰以及百通宝等材料。哎，小易，我们是不是还没为大家介绍百通宝相关的店铺情报？没错，我们在陈灰坪还开设有一家特色店铺德丰大鸭。在它的店主杰哥这里，我们可以花费百通宝兑换菲林、养成材料以及为飞地风格的时装配饰等奖励。说起来，这里有一个兑换奖励值得给大家特意介绍一下——储值电卡。使用后可以让大家在非手通的情况下直接完成探索委托和战斗委托，获得所有奖励。听起来很适合我这种休闲玩家。是呀，我突然想到，我们是不是还没有提到好物铺呢？在好物铺内，我们可以通过云纹灰兑换到经营随便罐时所需要的关键道具。此外，还可以通过使用在航天城内采集到的特殊素材兑换经营材料。听起来要做的事情还真不少呢。那我们努力经营随便罐，随便罐会如愿变得更热闹吗？当然喽，完成更多经营任务便可提升声望，达成更高的随便罐等级，让随便罐的香火变得越来越旺，随便罐的整体外观也会得到升级。哎，小易啊，那作为云亏山的弟子，我们一定不能辜负师傅的厚望。在经营随便罐之外，神将们同样有时需要去莱姆尼安空洞中进行探索，救助被困的市民。在莱姆尼安空洞中，可千万要当心脚下，不要陷入晦兮的泥潭。法厄同和代理人们也需要做好准备，面临新的挑战，具有特殊侵蚀效果的晦兮，以及从中孕育出的腐化敌人。当然，一轩师傅所教授的神奇术法也将在新的冒险中帮上大忙。是的，神将们可以通过习得的绝感术辅助进行空洞探索。崩解之法能够帮助神将破坏拦路的障碍物，显像之法则可以通过定位特定物体对其进行2种状态的切换。追迹之法可以使我们在定位线索物体之后，看到它们身上的以太流动，获得指引。这3种能力感觉都不一般。不过既然能进入空洞了，万一面对危险的话，面对危险，我们自然有代理人来护得我们周全。在2.0版本的空洞探索中，神将们也可以选取自己偏好的代理人编队进行探索，敌人也将会有标识告知神将们敌人等级以及危险程度。即使挑战失败，有代理人无法继续战斗，也可以在编队中切换代理人。另外，在航天城内探索，千万要注意晦兮。晦兮的侵蚀会让人看到幻觉，导致精神错乱，分不清幻觉与现实。不慎踏入晦兮的人则会被侵蚀成蚁骸。晦兮中诞生的蚁骸攻击会有特殊效果，命中代理人时会使队伍积蓄晦兮浸染值。当晦兮浸染值达到上限时，会对我方所有代理人造成一次基于当前生命值100%的伤害。部分强力敌人甚至还可以从晦兮中汲取能量，开启特殊结界秽浊流界，同时获得慧盾。结界内的怪物会得到增强，代理人进行攻击时可以削减慧盾值，发动闪避反击和终结技等技能时则会有更高的削减效率。当慧盾被打破时，敌人会受到1次慧盾净除伤害，并为代理人回复能量或闪能，周围的秽浊流界也会被消除。晦兮浓郁的地方往往还会出现晦兮河团或晦兮影，在该处我们可能会经历一些遭遇战，大家也一定要做好准备。另外，有时晦兮河团和晦兮影也会成为神将们的探索道路上的阻碍。不过有师傅传授的绝感术在手，合理利用他的能力便能解决难题。既然是空洞，裂隙当然也是少不了的喽。没错，毕竟空洞是混乱无序的嘛。不过空洞的性质同样可以被善加利用。借由莱姆尼安空洞的特殊性，我们能够在特定地点通过裂隙信标标记位置，在空洞内进行传送。此外，在空洞中还会有观测起点、物资收集点等内容等待大家自行探索。我还发现，不管是在航天城内的行动，还是在主城内的探索，都有小地图的出现。小 K 老师也给大家讲一讲这方面的内容吧。好的。简而言之，我们在2.0版本会为大家提供更全面、更便捷的地图以及导航系统，帮助大家更快地找到想要的目标。具体的航天城内的探索，神将们可以通过 ES 读取一些特殊的地图数据，获得更多的地图信息，辅助大家探索。关于地图的更多详细内容，稍后将由策划老师们向大家具体说明。说了这么多，我们是不是也该为大家端上很熟悉的那个了？没问题，兑换码这就为大家呈上。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下 2.0 版本中代理人们的战斗情报吧。怡玄，云窥山门主 ，S 级玄墨属性命魄代理人，拥有虚兽级实力的强者。发动术法，怡玄会调用身后携带的墨壶，此所谓玄墨。命魄出现了从未听说过的职业类型。你说的没错。命魄作为新职业，与其他职业不同之处在于，具有命魄特性的代理人会兼具输出和生存能力，擅长通过贯穿伤害无视敌人防御，造成大量伤害。具体来说，怡玄的所有技能伤害都是依赖于贯穿力。贯穿力似乎也是全新的属性类型。没错，贯穿力无视防御，对敌人直接造成伤害。命魄特性的代理人会把一定比例的攻击力转化为贯穿力。同时，怡玄还会根据自己最大生命值提高自己的贯穿力。此外，怡玄的能量槽也是特殊的闪能槽，闪能拥有特殊的获得与使用机制。我们接下来也可以看到。说了这么多，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怡玄的战斗机制。行事秉承着顺其自然的法则的怡玄门主，他在战场上的表现当然也是游刃有余。在战斗中，怡玄可以通过多种攻击方式消耗闪能。给予敌人伤害的同时，闪能会转化为术法值。当术法值积满时，可释放终结技，并获得1点玄墨值。通过消耗玄墨值，怡玄可以释放特殊的术法，对敌人造成玄墨属性伤害。作为云窥山的门主，怡玄对于术法的运用早已融会贯通。在战场上，对于敌人，怡玄也会进行毫不留情的打击，对其造成玄墨伤害。发动特殊技，怡玄会迅速后撤，并向前方发动攻击。可以巧妙躲过敌人的攻击，后撤期间可触发完美闪避效果。门主之姿，气度果然不凡。而当闪能值足够时，长按普攻剑，怡玄会凝神聚气，引导玄墨汇聚在前方。附近敌人此时也会被聚集在此处，此时松开按键，便能重创对方。在合适的时机发动该招式，可触发极限闪避，进入极限视域。攻守一体，进退从容，不愧是怡玄门主。不过闪能是怎么积攒的呢？会不会影响战斗的节奏呢？这个你不用担心。进入战斗，怡玄便可回复全部闪能。另外，触发完美闪避时，亦可额外回复数点闪能。面对敌人猛烈的攻势时，如闪能足够，师傅可以通过长按强化特殊技进行蓄力。玄墨从壶中汇聚至身后，随着怡玄起身对敌人上挑，造成伤害。蓄力期间若受到敌人攻击，可在敌人攻击时自动格挡。而若是招式发动瞬间受到敌人攻击，则在免疫此次伤害的同时，还会为怡玄回复闪能。点按特殊技攻击敌人，如闪能还是足够，再次点按特殊技可消耗闪能。当消耗闪能获取的术法值积满时，此时可释放终结技。怡玄会以手中的符箓释放自创的特殊术法，清明鸟附身怡玄，对敌方造成玄墨伤害。释放该终结技后，怡玄可获得1点玄墨值。看起来这个玄墨值也有妙用呢。说的没错，不过我们先来看看师傅的避战技巧。长按闪避键，清明鸟现身，怡玄此时可抓附在清明鸟身上，在场上快速移动。当拥有玄墨值时，进入轻身状态后，点按普攻键，怡玄可发动玄墨急阵，吹肩毁敌，并在数秒内持续回复闪能。招式结束时，怡玄还将张开翅膀，发出炫目光芒的同时，对敌人造成玄墨伤害。接下来我们就在实战中看一看怡玄师傅的表现吧。实战中，我们先释放技能，消耗闪能恢复术法值。当术法值满时，释放怡玄的终结技，对敌人造成伤害。此时我们消耗玄墨值，再释放技能，发动普通攻击，玄墨急阵，回复闪能的同时痛击敌人。宣响值满时，我们再释放此终结技。这时候怡玄会散出玄墨，清明鸟默契从天而降，配合师傅灵动的身法给予敌人致命打击。同时，怡玄会平均分配队伍中的角色血量。入山门者解其烦忧，见识过怡玄师傅战斗的样子，就知道这不是一句场面话。你说的很对，2个不同模式的终结技也是我们第一次比较大胆的尝试。不过大家要注意，当术法值和宣响值满时，优先释放的是术法值对应的终结技。另外，在此次的0号空洞中，我们也会给大家提供颇具趣味的战斗体验。省家们届时可以通过在空洞内获取怡玄的战术棱镜方案出发。我们先来一起欣赏一下吧。不过，既然是具有全新机制的新职业，会不会很多旧有的辅助都与之相性不佳呢？我们也考虑到了这个情况。为了让各位省将在2.0有更好的体验，对于代理人耀佳音、克雷达、露西和波可纳，我们增补了他们额外能力触发的条件。
现在队伍中存在命破职业角色时，也可以触发他们的额外能力了。真不错。我们也赶紧来看看云盔山阵营的其他代理人吧。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水边观内便有这样一位大厨，操心着弟子们的饮食。虽然会讲出前路凶险，切忌冒进，不如饱餐一顿这种话，但面对危险，潘颖湖可也绝不为含糊。没错，下了厨房进了空洞，便是他的真实写照。释放特殊技，潘颖湖会向前释放体术，并发动爆音点穴指攻击敌人。当能量足够时，发动强化特殊技，潘颖湖会发动贴山震脉靠，造成伤害。贴山震脉靠发动后，将获得3点破镜点数。拥有破镜时，可以发动断脉破血手，围绕怪物点穴攻击。触发贴山震脉靠后，利用快速支援切换其他代理人上场，潘颖湖也会自动释放断脉破血手，直至破镜层数耗尽。快速支援入场的代理人会获得潘颖湖攻击力100%的贯穿力提升。当队伍中存在命破或同阵营角色时，断脉破血手命中敌人还能对其施加负面效果，使一定时间内所有单位对其造成的伤害提升。点穴段数越多，敌人负面效果的持续时间越长。虽然外形粗犷，但颖湖师兄打起架来倒是粗中有细，对敌方精准点穴，给我方营造优势。说得很对。当然，作为会功夫的熊猫，潘颖湖出手当然是威力不俗。触发连携技时，颖湖会摘下敌方的帽子，坐上铁锅，快速旋转冲撞敌人。释放终结技，潘颖湖则施展术法，将气劲引作炒饭先出，对敌人造成物理伤害，同时还能为全队恢复少量生命值，且在短时间内持续恢复生命。哇哦，会发光的炒饭！好的厨师做出的美食真的会给大家带来幸福哦。没错，这点我们的大师姐菊夫妇更深有体会。提起菊夫妇，我相信屏幕前的各位肯定也迫不及待了。我们赶紧来看看个头小小可是本领大大的大师姐小老虎菊夫妇在战斗中的表现吧。小易啊，你要记住，是虎，可不能叫它猫哦。在战斗中，夫妇将会和他的法器爆米花锅虎威亲密配合，共同击退敌人。他们的攻击会积攒威风与威势点数，造成物理与火属性伤害。真是一对好搭档呢。虎威在开局时上场，它会自动攻击敌人，造成伤害哦。哪怕夫妇在后台，虎威在场上时也能自动攻击敌人，消耗威势点数，造成火属性伤害，并在命中敌人时获得一定威风。当温度和压强来到一定的高度，夫妇精心烹饪的爆米花就可以开锅了。也就是说，当拥有一定点数的威风后，虎威便能够向敌人喷射火焰与爆米花。在拥有威势时，夫妇的招式结束便会进入旋转状态。此外，发动连携技虎斧镇煞也会让全队角色获得虎啸效果，暴击伤害、连携技以及终结技等招式造成的伤害会有所提升。全队增益，真不愧是西山的大师姐呀！普通攻击，夫妇发动4段斩击，第3段攻击期间连续点按攻击键，夫妇将会无限连击敌人。最后长按或停顿后再次点按攻击键即可释放最后一击。果然不可小觑，不可小觑，连普通攻击都这么凶。点按特殊技，夫妇向前方旋转斩击后进行下落斩击，造成火属性伤害。释放强化特殊技，夫妇师姐会大力抡起虎威向前打击，痛击敌人，并获得威风与威势点数。接下来是冲刺攻击，闪避后长按攻击键，夫妇会坐上虎威，像陀螺一样高速旋转撞击敌人，造成物理伤害。夫妇接触敌人时还会消耗威势点数，造成火属性伤害，并获得一定的威风值。造成伤害后，若威风点数足够，则会消耗一定的威风，自动发动连携技虎斧镇煞。在技能发动期间，切换至其他角色时，夫妇会继续处于旋转状态，尝试撞击最近的敌人。真是方便，脱手也能用。面对敌人的攻击，发动极限支援时，点按普攻，虎威会追加一次下落攻击，并获得威势点数。看来有了夫妇师姐助阵，无论妖魔鬼怪还是魑魅魍魉，都完全不用再担心了。接下来我们就在实战中看看夫妇师姐的表现吧。我们先让夫妇释放强化特殊技，积累威风与威势点数。此时切换代理人，爆米花锅触发开锅，给全队加上增益效果，提升全队伤害。此时我们抓住时机，对敌人发动猛烈攻势。值得注意的是，队伍中存在强攻或命破角色时，队伍中所有角色的宣响值上限都将有所提升。另外，当强攻或命破角色发动终结技时，该角色将获得一定的宣响值。我们切回夫妇，以旋转姿态迎敌。
声响值期满，发动终结技，夫妇抡起爆米花锅虎威，从天而降，重创敌人，并且获得威风与威势点数。哎，小易啊，看了角色演示之后，我更喜欢夫妇世界了。在之后的工作中，我也要学习夫妇世界优雅的甩锅技巧。哎，这不对吧？应该学习的是捣蛋了给你撑腰，闯祸了替你求情的师姐作风。在0号空洞的新玩法中，菊夫妇也会有全新的独特机制可供大家体验，我们也赶紧一起来看看吧。真不错。各位代理人已和大家介绍完毕，新阵营当然也少不了我们的小帮部。没错，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云龟山的帮部师爷。别看师爷的样子可爱，打起架来可不是什么好惹的角色。面对敌人，师爷会舞起石球抛至空中，对敌人发动精准打击。石球会在敌人间进行弹跳，痛击敌人。发动连线计时，师爷会顶起石球，以雷霆之势旋转攻击敌人。哎，小易啊，这铁头功可真不是一般帮部能做到的。既然代理人和帮部都已和大家见面，我们也该带来新版本的调频讯息了。在2.0版本的上半期，省将们可以通过独家频段、独步苍冥和引擎频段喧哗奏鸣，获得限定 S 级代理人怡璇和 S 级引擎清明龙社。报告，计划不变，我已准备好加入随便灌了。怡璇我也等好久了。同时 ，A 级代理人潘颖湖和 A 级引擎郑元奇书也可以在怡璇同期的独家和引擎频段内抽取获得。在下半期调频，我们将迎来大师姐菊夫妇。在独家频段夫妇声威和引擎频段灿烂和声中，省将们可以抽取限定 S 级代理人菊夫妇以及 S 级引擎拂晓卢卢。妖魔鬼怪，速速伏法。另外，往期的限定代理人和引擎也会在新版本复刻，省将们可以在上半期的对应频段中获取 S 级代理人耀佳音以及引擎玲珑庄霞，而在下半期则可以调频获得 S 级代理人凯撒和引擎奔袭獠牙。丽都的巨星和外环的新任霸主，感兴趣的神将们可千万不要错过哦。此外，2.0版本还有全新可获取的头像，这里为大家展示下。与对应代理人建立合作，即可获得对应头像。随着新代理人上线，还有他们的信赖事件满足条件，便可以解锁密友同行，对云龟山阵营的各位进行邀约，与随便灌的各位一起偷得浮生半日闲吧。虽然陪伴很是惬意，但修行更多时候也需要独处。满足相应条件，还能解锁代理人的动态壁纸，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吧。作为云龟山门主，怡璇对新爱丽都的流行风尚也有独到的见解。据怡璇门主所说，偶尔换换风格倒也不错。既然是门主，术法之外也要尝试体验一下新爱丽都的流行款式。没错，怡璇的时装墨形影踪在2.0版本将与大家见面，行踪如影，倏而即逝。哎，小易啊，讲了这么多，我们也该休息一下了。好，那下面我们就进一段广告。揾工騙局點會少？都有成招。工作難揾丁嚟少，都有成招。順位搶手都係少，都有成招。大家好，又见面了。你这个座驾倒挺特别的，总感觉挺眼熟的。工作总不能一直做嘛，就是得放松放松。正好今天丁满大师单子比较多，所以我就抽空帮他去送了几个外送。我们话不多说，赶紧介绍一下自己吧。大家好，我是策划查查。这次2.0版本，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啊，对的，在2.0版本中，我们光影广场的引力电影院终于将与大家见面了。光影广场又有新的店铺开放了。是的。在2.0版本活动源于引力的邂逅中，神将们可以进入光影广场的电影院内观看影片，
沉浸在24个的光影世界中。听说恰逢电影院的举办活动，前100名观众可以获得引力贵宾卡。没错呢，神将便是其中一位幸运儿。在获得贵宾卡后，只要持续观看电影，提升等级就能获得精美礼品哦。这一定是消费主义的陷阱。不过既然是看电影，应该可以邀请好朋友一起吧？肯定可以跟好朋友一起。所以说，它既然名为引力，那么它的使命便是把冥冥之中有缘分之人聚集在一起。引力也不是这么用的吧？活动期间，神将们将会碰到艾丽都内的各类角色，可以邀请他们一同在荧幕前享受悠闲的2人时光。不同的角色呢，他们有自己偏好的电影神将可以挑选对方的心仪影片进入观影而在观影过程中会小声就电影的一些情节进行有趣的交谈，选择合适的话术可以加强与同伴之间的默契哦。同时可能还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神将们可以借机拉近与对方之间的距离，既能增进感情，又能了解对方。在爱丽都看电影真是不错呢。那可不是，既是在看别人的故事，也是在书写神将和伙伴之间的旅程，否则怎么会说呢？电影发明以后，人类的生命至少延长了3倍。这种氛围感，看来在引力电影院是独一份了。不同角色对不同电影也会有自己的评价，神将们可以在与不同角色的观影过程中逐步收集影评。不过说起来，看电影也不一定是要2个人吧？感觉总会有想要独处一个人享受电影的时间。是的所以说呢，我们也准备了光影思想单人观影模式，可观赏的片单会随着荧幕邀约的推进而扩充。在该模式下，神将们观看电影时的所思所想都会以思绪泡泡的形式呈现出来。大家要注意避开与电影完全无关的杂念哦。看电影可要专心呢。选择合适的思绪泡泡可以获得观影积分。影片播放至部分紧张揪心的关键情节时，还会浮现出可以获得大量积分的特殊泡泡，神将们可千万不要错过了。说起来，无论是双人还是单人，只要看电影便能获得引力积分，用于提升引力会员等级，获得对应的奖励吧。是的，达到一定条件后，还可以获得 A 级引擎、光影刻刀、仓鼠笼访问器等额外限时活动奖励。随着观影过程的推进，我们可能还会碰到一位老熟人，并且获得他的赠礼哦。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高玩法还会在未来的版本中常驻，听起来不错呢。新版本中，白起重工的施工队在空洞中挖出来一个大家伙——机甲。机甲，这一听就是格丽斯的菜了。是的，不过机甲内置了防卫程序，需要通过培养和改装，及时对它进行完全控制，以避免它暴走甚至自毁。所以在格里斯的指引下，神将们需要通过 ES 对机甲进行控制。我们可以驾驶机甲了吗？是的，在钢魂黄金之绊的活动中，神将们可以驾驶机甲进入空洞进行训练，提升彼此的适应程度，以最终达成对机甲的完全控制。和苍鹭代理人一样，机甲也有多种战斗方式呢，可以远程攻击、闪避。随着与机甲磨合度的提升，完成对应阶段的训练后，更多模块也会开放。在进入战斗前，可以利用机体剩余的挂载量解锁并提升技能，享受多样化的战斗体验。可以直接选择马，享受拳拳到肉的近战体验；也可以选择灵活游走，通过远程火力打击压制敌人。是我一记终结技，这下还真的可以。毕竟是机甲，威力肯定是不容小觑。活动中，神将们可以体验2种难度的训练。此外，在完成所有活动的剧情流程后，可以解锁无尽模式。在有限时间内，敌人会不断的出现，击败他们，获得更高积分吧。这样的机甲总感觉来头不小呢。看着随着训练的推进，机甲的外观也会有很大的变化。这次的故事，我猜也不是那么简单的驾驶机甲吧？当然，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那我也不藏了。名为黄金魔神号的机甲其实是帮助胡威的所有物。胡威？是的，人类的毁灭者，宇宙的终极秘密，黄金魔神帮部胡威大人是要夺回这座机甲，并把人类世界搅得天翻地覆。这么严重啊？其实倒也不至于吧。有机会的话，你还会听到他边说本大爷一定会回来的，边进行一个逃跑。不过总而言之，在格丽斯、神将等人的努力下，大家最后会发现，其实机甲背后也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过去故事。具体详情如何，大家届时在游戏内揭晓吧。另外，完成对应挑战还可以获得名片、菲林等丰厚奖励。战斗爽，又能开机甲，又能拿奖励，期待住了。新版本中，云盔山的一位弟子立志斩妖除魔，
进空洞除害。因为担心其安危，神将和菊夫福利用新开放的 HIA VR 挑战活动，先帮他测试他的临战水平，以避免可能发生的危险。没错，版本活动全息强袭战役中，神将们每天可以体验不同主题的战斗，每关还配备了不同的增益。另外，还有2种难度的关卡可供神将们挑战。活动期间还会开放特战关卡，在该关卡中，神将们只能使用限定的代理人组队，挑战不同的新的强力 BOSS， 整体会更富有挑战性。完成对应战斗，神将们可以获得调力校音器、菲林等奖励。不过，至于这位热血弟子最终是否顺利通过了VR挑战，如愿进入空洞斩妖除魔，则待神将们进游戏自行发掘了。他能不能进空洞不知道，不过神将在 VR 挑战中会有优异表现，我已经可以预见到了。为了让神将们尽快熟悉陈辉平，2.0版本期间还特别发放了观览指南。在陈辉平观览指南活动中，神将们跟随指引，可以熟悉魏飞帝、陈辉平的各处人文风貌，完成相应任务便可领取菲林等奖励。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战斗相关的任务可能还有点危险，神将们要小心哦。在2.0版本，0号空洞迷失之地也将迎来更新。首先，特殊行动会有新增委托，宜玄正准备将与防卫军一同调查的0号空洞会袭侵蚀事件交给爱徒，就调查档案现已解封，一起去揭开关于更多遗骸共生体的谜团吧。此外，通用武备将会新增携有流派。携带该流派的武备后，当角色触发指定技能时，将触发下一位角色的追击支援。此时点按换人键，将会发动下一位角色的快速支援，但不会切换操作角色。那这不是就跟追加攻击一样吗？哎，没错。此次追击支援将视为追加攻击。携带现有武备后，在0号空洞迷失之地中，所有代理人都能享受追加攻击的这个机制。这个改变真的会让我的战斗变得爽很多，老角色也可以变得更好玩了。在赋予角色追加攻击的基础上，2个现有武备还具有不同的效果，具体内容神将们可以在游戏内自行探索。此外，0号空洞迷失之地也将迎来新玩法——特潜调查。该玩法内新增了战术棱镜方案，对原有的代理人专属武备进行了优化。变化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第一个是现在随着探索推进，同个小队不同的代理人可以携带各自的战术棱镜方案。我记得原来的玩法内，每个小队只有1位代理人可以携带自己的武备。是的，现在在一场探索中，小队每个代理人都能获得自己的战术棱镜方案，并对其进行分支强化和升级。分支强化？没错，在新玩法特潜调查中，战术棱镜方案将会有分支强化方向可供选择。看来会有更多样化的战斗体验提供给我们了。是的，此次我们还追加了宜玄、菊夫福的战术棱镜方案。在该玩法内，之前的代理人武备也都进行了调整，全面升级为了战术棱镜方案。明辉方面呢，我们也进行了更新。新的特殊稀有明辉圣西式汉句出现时，请一定不要错过，它可以直接将一个对应通用武备强化到满级。商店内也新增了严选商品，可以为空洞内的探索提供强大助力。值得注意的是，该商品不会随商店的刷新而刷新，整场探索过程中也只能购买1次哦。新的怪物事件的更新也不在话下。我们在第3层最终区域战斗终结之际将面对的首领敌人也有所更新，请神将们探索时请一定小心。这压迫感是真的很强。另外，为了帮助大家快速拿到悬赏委托的奖励，特潜调查解锁后，神将们挑战将获得双倍激励。也就是说，现在在特潜调查内每周首次通关，也能快速拿满每周的悬赏奖励喽。不错不错。每周的特潜调查还会迎来特潜代理人的轮换，使用指定代理人进行探索，通关后可以获得额外的奖励哦。我们还新增了特潜任务，神将们用对应指定代理人完成任务，可以获得丰厚奖励。2.0版本中，誓与防卫战巨变节点和微局抢袭战也会持续交替进行双周更新。可在微局抢袭战中新增的强大敌人，神将们挑战时可一定记得小心。同时，在新版本中，恶名狩猎和专业挑战室也会迎来新的关卡，神将们届时可以在游戏内进行体验。定期清剿也同样有新的关卡追加，驱动盘系列随之新增了云盔如我和山大王套装，神将们可以挑战获得。随着命魄之夜的更新，VR训练室也新增了命魄相关的材料获取关卡。
同时，命破职业的新 A 级殷勤幻变魔方、B 级殷勤灰烬、古兰也将加入常驻，独家和殷勤频段，神将们可通过调频或者玩具店购买获得。成木赠礼中也将新增命获 A 级殷勤电波漫步作为可选择的奖励之一，在到达对应条件后可以获取。另外，我也来预告一下，新的一期鏖战试验也在紧张的筹备中，预计后续将在2.1版本中和大家见面。大家可以关注鏖战试验目录界面右上角的倒计时，之前没拿完奖励的玩家可要抓紧哦。绝区零这1年里与大家经历了许多，我们也非常感谢屏前的大家在这1年里的陪伴。以下的故事都是由法奥腾开始，我们也期待与大家一起继续艾丽都的旅程。在金神奖年度盛典活动中 ，Barry 和 EIC 将发起一项秘密直播，旨在纪念传奇神将法奥腾获得 Fairy 后走上丽都神将巅峰1周年，对法奥腾在这1年里的经历进行回顾，并为我们的代理人、店铺等颁出大奖。在直播里看直播活动的预告，也算是一种套娃了。言归正传，言归正传，完成活动以及对应任务可以获得定制的体力道具、菲林等奖励，大家请千万不要错过哦！我们的老朋友双倍活动也将迎来周年庆的特别版本，升级为3倍活动。在实战特训、3倍悬赏、特别清剿、3倍赏金活动开放期间，神将们挑战成功即可获得3倍掉落奖励。哇，这么一来，我打材料就更方便了。即使已经离上线接近1年，振宇还是没有放松过手头上的各项开发进度。这次振宇又给我们录了一段视频，我们来看看吧。大家好，我是振宇，好久不见。不知不觉，绝区零马上就要1周年了。首先祝各位神将周年快乐！很感谢大家在这1年中的陪伴和支持。为了回应大家的热情和庆祝周年的这个节点，我们准备了相应的福利。在这次2.0版本中，我们准备了总共30抽的福利，助力大家开启新的旅程，让我们一探究竟。首先是1600菲林、周年庆头像以及周年庆称号，大家登录即可一键领取。其次，各位神将可以在签到活动中累计获得20抽加密母带以及10抽半布卷。2.0版本算是一个新的开发，我们希望大家能充分的在新的舞台未飞地中沉浸游玩。因此，我们也决定在2.0版本中将折和零2套时装赠予各位玩家。所有的神将开启主线云霞同归处后即可获得。当然，为了降低负担，这次2.0主线也支持超前点印的功能，新的朋友也可以快速的体验主线，领取时装。另外，制作组会在2.0这个版本送出一位可以自由挑选的常驻 S 级代理人，进一步尝试去降低大家的入坑门槛，让新老朋友都可以更自由畅快地体验绝区零。既然都送了 S 级角色，与之相对的常驻 S 级自选殷勤，我们也一并送出。这样代理人和殷勤一次性全送了，大家少些折腾。总之，在2.0版本中，神将们登录即可领取常驻 S 级代理人自选以及常驻 S 级殷勤自选。到这里，其实我有些话想跟大家分享。1.0版本上线以来，绝区零经历过风波，也取得过一些成绩，多亏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真的很感谢陪伴着我们的所有神将们。周年之际，为了纪念这个节点，也为了回应大家的期待，我们打算针对限定代理人爱莲进行一次补强。这次加强，我们不但将0号空洞双峰合理化融入爱莲的正常招式中，也尝试将新增的一些新的招数，让玩家能看到爱莲新的一面。与此同时，考虑到爱莲的就业范围，我们还为爱莲增补了额外的能力适用范围，进一步的给玩家组队的自由。角色的体验升级是我们项目组2.0版本第一次尝试，我们后续会观察玩家的反馈以及相关的数据情况，长期把这件事情做下去。爱莲作为开服的角色，对很多玩家以及制作组来说都有很大的纪念意义。希望老玩家能在这一次强化中获得好的体验，也希望新玩家能看到我们对角色的持续投入和诚意。同时，为了迎接我们即将到来的2.0版本云霞同归处，我们特地为大家准备了签到活动，于今天上午10点开启。在惊喜派送中，活动签到累计可获得480菲林。另外，在2.0版本商城的底片选购，所有的充值单位都将迎来首充双倍重置。我们也为神将们准备了一份周年庆的福利总览，
我们希望绝区零在持续迭代和进化过程中，始终维持着它独有的魅力。在新爱丽都，我们既欢迎新朋友，也珍惜老朋友。感谢大家的支持，祝各位神将周年快乐！在 2.0 版本，我们在为大家开发新内容的同时呢，也在持续对产品进行调优。即使是在一些比较微小的地方，我们也希望能为大家扫清不合理的一些障碍，给大家带来更愉快的体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2.0 版本即将上线的一些优化内容吧。首先，随着2.0版本的更新，大家肯定也会注意到，我们主界面也会有一些变化。没错，我们新增了小地图，更方便大家了解自己所在的实时位置。尤其在追踪任务时，能更直观地知道怎么走的呢。同时，点击小地图，我们还能看到对应街区整体的3D 导航，其中还有功能点的传送以及不同种类任务的分布。在接收到各位神将过去版本的反馈后，我们也充分了解到，对于新爱丽都不同地块上发生的故事，我们之前并未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具象化的认知。所以此次借着2.0版本的地图更新之际，我们也为大家带来了绝区零的世界地图。在这张地图上，神将们可以看到各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地点在新爱丽都的位置。当然，目前我们展示的也只是绝区零世界观的一角。后续随着新地块的加入，我们也会不断拓展目前大家能看到的这块地图。另外，我们依然保留了老的导航系统，给大家提供更多的选择。神将们可以通过快捷导航 icon 或者在主城界面呼出该系统。我们也注意到了原导航系统在不断加入新地块后会变得冗余，要选到想要传送的街区一个一个翻会花更多时间，所以此次我们也改良了该系统，以按不同城区分类，网格状3×3的呈现方式，在一个页面内为大家提供更多的地区可供选择，减少以往消耗在滑动上不必要的时间。另外，在2.0版本，因为战斗探索区域的升级，从原来的线性关卡变成了连通的更大的可探索区域，这也意味着原先主城和战斗的2套功能，在探索航天城的过程中会同时出现。这也就导致我们在键位上早期的一些设计也会有冲突，不得不进行修改。举个例子，PC 端 E 这个按键之前在主城承担是打开神网功能，在战斗里则是用来释放特殊技。在2.0版本的航天城里，我们希望玩家可以使用特殊技的同时，也能打开神网功能，那就需要给到他们不同的按键，否则想战斗的时候打开了神网，亦或者完全相反，都是不太愉快的体验。对，在手柄上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左键键之前在主城内是呼出轮盘，在战斗中则是反切。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在2.0版本的3端，我们对部分原先功能的默认键位均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改，也在不对游玩体验造成影响的情况下扩大了轮盘，希望大家在2.0以及之后版本的战斗以及探索过程中，能更精准地打开想要的界面或者进行战斗。这是绝区零进化到未来形态不可或缺的，属于底层支持的重要的一步。我们也是在多次谨慎调研和不断调优之后，才敲定目前的方案。对于不习惯调整后按键的玩家，也可以在设置界面对按键进行自定义，以自己最熟悉的键位游玩2.0版本。按键相关的调整，大家有建议或想法，可以多多向我们反馈。项目组同学在收到反馈后，都会认真研读，不断优化，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体验。另外，有关按键的调整，后续官方自媒体和公告也会有相关的详细说明发布，大家也可以关注哦。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是神网任务系统的重构。在2.0版本，神网系统的原有日程会调整成按关键、代理人等任务种类分类，方便大家更快地找到对应的任务。不同的任务种类下的任务也会采用不同的颜色予以区分，同时还会用感叹号、省略号、星号等更直观的符号代表待接取、已接取、正在追踪不同状态的任务。刚刚看3D 导航，就总感觉哪里有些变化，原来是这个。这样一来，我能更方便快速找到自己想要继续推进的任务了。我们还提供了任务聚焦的按钮。开启该按钮，追踪任务时，地图上只出现追踪任务相关的图标，可以大大提高我们推进任务的效率。很方便我这类戴眼镜的玩家了。我已经想起在某个游戏里被感叹号支配的恐惧了。我们此次也提供了主线的超前点映功能，方便神将们能更快地体验到第2集的内容。
具体来说，神将们在完成主线第1季第2章在空洞的中心呼唤下后，便可以通过主线任务的活动页提前解锁第2季主线，体验第2季的新剧情、新功能等内容。而当第2季主线推进到一定程度后，想要回来继续补剧情的神将，还可以重新切回第1季主线，继续推进剧情。这个功能真的可以说是很方便了。我们致力于给神将们减轻平常游玩过程中不必要的负担，让大家能更专注在自己喜欢的体验上。所以这次我们对日常游玩上一些卡手的小操作也进行了优化。首先是所有晋升任务都不再有观测球收集的要求，神将们达到等级，完成对应剧情，便可以进行晋升，让大家能更快地体验到新的功能，并提升自己的代理人、帮部、殷勤的等级上限。我们此前在策划面对面里和大家预告的 PC 端手柄无缝热切，也在 2.0 版本端上来啦。我们策划和程序老师解决了一些疑难杂症，大家在 2.0 版本后，在 PC 端接上手柄后，便会自动切换到手柄的按键，而当使用键鼠时，又会自动切换到键鼠的按键，覆盖游戏的绝大多数界面。当然了，考虑到可能有的误触的情况，我们保留了使用之前切换方式的选项，有需要的神将可以在设置内自行设置。好耶！在战斗方面呢，我们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些有趣的小选项。在实战模拟室内，现在可以通过选择随机敌人模式，让 VR 系统自动匹配合适的战斗对象，丰富每次战斗的体验。另外，当打开该模式时，代理人进入战斗时的初始能量将提升至60初始能量，那大部分代理人都可以开场直接释放强化特殊技能，割草更爽。不过，如果我已经熟悉了原来出怪，想要快速刷材料的话，那不打开就好了嘛，多一个选择总是没错的。另外，在 2.0 版本沉浸模式将会自动开启，此时在 HIA 刷取材料将不会再看到过夜弹窗，大家可以沉浸刷本啦。说实话，你不说我都没意识到我已经开启很久了，现在自动开启了，甚至还帮玩家多做了一步，再也不用点这个按钮了。此外，我们也优化了专业挑战士和恶名狩猎在快捷手册和关卡选择界面上的排序，让两者能对应上，并且当专业挑战士的对应关卡开启燃解模式时，此时在快捷手册和关卡选择界面均会置顶。燃结模式置顶确实是一个很有用的功能，之前有的时候我没往下翻，就不知道想获取的材料此时有燃结模式。此外，为了减缓我们的增长曲线，我们程序老师也在探索采用新的技术。在多个版本的测试调整后，2.0 版本在几乎不影响神将们的游玩体验和图像质量的情况下，我们采用了新的文件压缩技术。较之旧技术，往外拥有更多的压缩比例，同时我们也在 PC 端增加了资源管理系统，让神将更自由灵活地把控存储空间。也就是说，同样的内容预计会占用更小的空间，以及可以管理部分资源。没错，新的技术在 2.0 版本投入使用后，叠加上资源管理系统，最多能节省的空间。PC 端相比未使用该技术时，可以省下不少占用空间。移动端也同样会有较大收益。从长期来看，随着节序令的版本更迭，这项技术累积节省的存储空间也会越来越多。哇哦，长期来看，这项技术带来的收益真的很可观。那么，已经下载了游戏的神将们，如何才能在 2.0 版本体验到这项新技术呢？神将们通过预下载或直接更新到 2.0 版本，就可以享受到该项技术啦。2.0 版本云霞同归处预约活动也已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参与预约活动。完成预约即可登录游戏，领取邮箱中的160菲林奖励。待到 2.0 版本上线后，还能领取额外的160菲林。而预约热度达到指定等级后，全服都可获得0到40级代理人等级提升包。完成预约的神将还能获得限定称号魏飞地先行者。本次页面内也新增了神算补运的小游戏，会有不同的代理人化身卦象大师，为神将们解读今日运势。不仅如此，完成预约、邀请好友完成预约，或者体验神算补运，都可以获得抽奖次数，抽取 iPhone 16 Pro Max、Xbox Series X 1TB、Xbox 手柄等奖励。同时 2.0 版本更新后，集结委托、回归丽都、回归网页活动全新上线，参与活动即可获得菲林奖励，赶紧来参与吧！
靜則不染，心靜則不造。佛塵眼鏡。在绝区零上线1周年的这个特殊时刻，为了感谢全球的神将们这1年来的热情支持，在2.0版本，我们特别推出了美味大作战全球美食异业联动活动。我们在全球范围内选取了广受神将好评的美食店铺进行联动，而我们的安比和伯尼斯小姐也将化身美食体验官，带着滋脆布和大家一起欢庆绝区零周年庆典这一重要时刻。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更多关于美食大作战活动的城市和店铺信息也会更新在我们的官方社媒账号上，感兴趣的神将可别错过喽！据说参与活动还可以获得限定名片道具和精美周边礼包哦。说到美味，游戏内我们也会推出美味大作战活动，一位新的小帮部滋脆部会用美食和大家一起欢庆绝区零周年盛典这一重要时刻。听说这位主厨滋脆部还会为我们烹制美味菜肴，用实力征服新爱丽都啊！他竟然是大厨？对呢，他在游历各国的同时，也将一路的所见所感融入到全新的菜谱中，带回新爱丽都。在活动上线后，神将们也能在游戏内看到滋脆部以及他准备的各类美食。太好了，是滋脆部，我们有救了。是呢，完成指定的送餐任务并收集顾客的餐品搭配反馈后，即可获得帮部券、菲林等活动奖励。光有美食当然还不够。DreamFest 2025年度创作大赛开启在即，本次比赛包含插画、视频、音乐3个赛区。本次比赛将不会有主题上的限制，也就是说，只要是基于绝区零的作品都可以投稿。欢迎各位神将用创作为绝区零的1周年喝彩。既然是比赛，自然也少不了丰厚的奖励。参与比赛即可获得菲林奖励，优胜的神将还会获得黄金帮部奖杯和现金奖励。除此之外，绝区零的创作者们还共同创作了 Random Play 周年店庆歌会节目，作为店贺礼献给屏幕前的各位店长。节目将于7月5日上线，届时欢迎各位店长莅临观赏，敬请期待官方社媒与 Hoyo Fair 的后续消息吧。那么下一个消息，相信不少神将们都猜到了哈，那就是绝区零2.0版本将正式上线 Xbox 系列平台。没错，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也聊到不少关于开发同学对 Xbox 做出的针对性优化，相信神将们也能在 Xbox 上获得不一样的体验。此外，同时我们也将参加今年7月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 Anime Expo。更多信息还请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希望各位神将们在活动中玩得开心愉快。上好了，等你们开餐了啊！开始。我们项目组同学呢，持续在各个方面为大家打造一个更有沉浸感的新爱丽都。音乐方面当然也不例外。那是说，在2.0版本，我们为怡璇和菊福福准备了他们的个人曲，后续将会在音乐平台上上架。真的好期待，我现在就想听到。我们这次特地为大家准备了音乐的片段，提前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么我们首先来听听看怡璇的曲子吧。真好听，期待完整能听到全曲的那天。接下来我们也听听看菊夫妇的音乐吧。好诶。
符合我对他的印象，真好。在1周年之际，我们也希望能借我们项目组给大家带来的音乐，给大家分享我们建设爱丽都和塑造代理人时的点点滴滴的欢乐。不知不觉马上就1周年了，感觉时间过得真快啊！是的，道阻且长，行则将至。非常感谢各位一直以来支持陪伴我们的神将。我相信绝区零与各位老朋友、新朋友的故事才刚刚开始。2.0版本是我们的一次全新的尝试，对我们项目组同学而言更是一次挑战。就像之前说的，我们相信我们与神将们拥有的不只是一时，是更久远的未来。那我也看到我们项目组同学在不断努力，尝试突破自己给大家带来更好玩的内容，更有沉浸感的剧情，更有魅力的新爱丽都。没错，建成新爱丽都的每一块砖瓦都离不开各位神将的支持。我们会在方方面面不断努力，越做越好，为各位呈现一个更丰满的新爱丽都。故事之后还有新的故事等待发生，坦途之后也自然还有新的危机在蛰伏。新爱丽都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法厄同也有太多真相和秘密还需要追索。那都市之外说不定也有更大的天地呢。是的，不管是老相识的6分街邻里，还是初来乍到的魏飞地，乃至今后更广阔的世界和更遥远的隐秘，都有老朋友和新朋友和法厄同一起前行。欢迎来到新爱丽都，6月6日绝区零2.0版本云霞同归处，我们不见不散。1周年快乐，拜拜。唉，佢哋講完未啊？應該唔關我哋事啩。好嘢！我哋終於